你获得变身雷杰多的能力，在教育奥特曼的路上一去不复返。如今你再次回到迪迦世界，给了飞鸟俩逼斗，说了些他根本听不懂的话。什么鬼？代拿奥特曼的皮套？我现在可是继承了星光的男人，不是昔日无下阿蒙。你笑了，小鸟啊，你太天真了。我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说当初打莫奈拉女王时，是不是凝聚了人类的光？飞鸟点点头，没错，当时可是召唤来了我大哥迪迦奥特曼，一起并肩作战。那有没有一种可能，那道光本属于你的，只不过被迪迦截胡了？此话一出，飞鸟怔住了。对哦，当初如果光汇聚在我身上，还需要个毛迪迦？我闪耀戴拿直接横扫全场 ，C 就完事了。迪迦，你个老六，把光还给我！在飞鸟骂骂咧咧之际，你早已消失不见。几天后，飞鸟如原剧情般做事不过脑子，与梁双双在火星被佐百利迦抓捕，在往回带时，发现一男子抱着一只猫拦在路中央，佐百利迦当即掏枪，滚！一个大逼斗抽过去，将其打翻在地。你蹲下来看着他，是谁给你的勇气，敢拿枪对着我？接着三下两除解决掉安保，再一逼斗抽醒飞鸟。好啊，原来是你的阴谋，不但打我，还算计我。我又是一个大逼斗，你脑子都长强壮型上面了。凭我的实力，需要跟你搞阴谋诡计？这时梁也刚好醒来。阿斯卡，你的脸是刚那群人打的。梁，你没事吧？突然，全藤带着一群警务人员出现，都给我拿下！飞鸟不解，全藤参谋，你为什么要抓我们？难道是要背叛 TPC 吗？全藤冷笑，打开一道天幕投影，上面显现的赫然是一个奥特曼石像。迄今为止，地球出现的怪兽实在是太多了，人类根本无法自保。但凡戴拿离去，我们就犹如砧板上的鱼肉。说着时，全藤眼里露出一丝疯狂，而且我不会将人类的未来交给一个来路不明的巨人。来路不明？之前在打莫奈拉女王时，您不是认可了光之巨人吗？为什么现在又闭嘴？我认可的光之巨人是迪迦奥特曼，没看到吗？当时凝聚出来的光是迪迦，不是所谓的戴拿。飞鸟的脸无限抽搐，就因为这个你不相信戴拿？太扯了吧！不，全藤指向飞鸟。还有一点就是为什么戴拿会是你？为什么？我一心向人类，光应该由我来继承，那是因为这份光是飞鸟的父亲留给他的。尤其是梁，一时间接收的信息量太大，完全无法消化。飞鸟是戴拿，有一个大逼斗抽在全藤脸上。八嘎，我还压路呢！任意操控奥特曼的力量，你这算什么正义？说着时，你一挥手，全藤的脑海里浮现出未来的事情。待回过神来，全藤跪在地上，我制造的奥特曼失败了。你冷笑，没错，要不是看在你最后把自己化作光融入戴拿体内，今天你面对的就不是大记忆恢复术，而是跟松永在地狱团聚。原剧情里，全藤与松永两者观念其实一致，不过前者洗白了，后者没人给他洗。全藤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不可能，明明画面里吸收了飞鸟的力量，石像为何无法战斗？你又给了他一逼斗，亏你还是 TPC 参谋，能量守恒定律没学过吗？你吸收的只是飞鸟一次变身的光，就这点能量，还搁那大招清兵，怎么可能不失败啊？闻听此言，全藤看了眼飞鸟，真的吗？后者一脸鄙夷，当然，不然为啥我只能持续3分钟？是我不想持久吗？全藤跪在地上，显得是无比落寞。罢了，你们爱咋咋地吧。没多久，全藤因蓄意谋害超级胜利队队员，被判无期，与正木静屋一个监狱。至于他的位置，由前胜利队长居监会接任。恭喜宿主抽了很多合理币兜，奖励赛加风暴以及融合度2%。你欣喜不已，全藤比飞鸟值钱啊！火星大谷正在浇花，便听到一个陌生又熟悉的声音：“兄弟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”大谷一转头，下意识捂着自己的脸：“雷杰多前辈，太好了，我正好有事要咨询，相信只有你才能解答。”你疑惑，怎么了？难道是黑暗神光棒的问题？大谷摇摇头：“不，比那个严重多了。原来自从戴拿剧场版星光战士结束后，大谷就经常做梦，有时候梦到自己跟岳父还有个戴耳机的奥特曼并肩作战，有时候去到另一个时空，看到了一个长得跟自己差不多的奥特曼。这些情况无一例外都在经历后浑身感到一股肾虚，像是力量被抽走般。听完你大笑：“大谷啊大谷，谁让你当初那么缺德，截了戴拿的光？现在但凡带光字的，你估计都得被召唤过去打架。”
不是吧？虽然说人人都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变成光，但也别天天变啊！你摆摆手，谁让迪迦本尊到处抛尸？最重要的是，你截胡戴拿的星光必须付出代价。大古无语，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啊？等会儿就知道了。咦，你怎么有2根神光棒？卡米拉没死？没有，当时队长前往露露夜遇难，我第一时间变成迪迦过去，边讲道理边用物理，他们就服气了。现在应该去了宇宙旅游吧？你无语，还能这样？算了，叙旧就到这儿吧，也没啥好玩的。我准备去其他地方康康。见你要走，大古有点失落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。你秒懂，一个逼都抽在他脸上。大古露出满意的表情，这才对嘛，前辈，你不打我都不习惯了。就在这时，居间会带着飞鸟进来。大古，有个生命体吞噬了冥王星，现在正在蚕食太阳系，可能要麻烦你出手了。大古笑了笑，你身边的小朋友搞不定。飞鸟不服气，我怎么就不行了？他未必有我强。居间会淡淡开口，大古是迪迦奥特曼。此话一出，飞鸟红温了，原来是你当初劫了我的光，快把它还给我！飞鸟一个锁喉冲上去，被你一逼都抽飞。大古啊，正好这小子来了，你把那道星光还给他，应该就能解除你最近的噩梦了。大古秒懂，凝聚体内的光能输入到飞鸟身上，霎时间小鸟感到浑身充满力量。巨剑参谋，我现在就去帮队长他们，临走前还不忘指着你，那个谁，等我回来，看我闪耀戴拿不打得你满地找牙。带飞鸟走后，你感觉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大古，我们一起过去看看吧。火星，飞鸟已变身完毕，眼前那只巨大的怪兽不是古兰斯菲亚，而是母体斯菲亚扎沃尔斯。没等他动手，一道金色光芒闪过，是大古变身的闪耀迪迦。接着，你站在海帕杰顿肩膀登场，掏出一个小喇叭。前面那个怪兽听着，你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一时间，远方战机里的超级胜利队们都有点分不清谁才是反派了。大古有样学样，最后次警告，离开太阳系，去什么纳迦星、木真星，我们可以不管。闻言你都快笑抽了。大古，你可真缺德啊！因为刚说的星系都是当初跟他有仇的。然扎沃尔斯只会说一句话。飞鸟大怒，什么玩意儿？看我用新获得的力量！闪耀启动，唰！金色光辉充满戴拿全身，闪耀戴拿登场，闪耀索尔杰特光线。大古也不含糊，闪耀再配里奥，轰！扎沃尔斯没任何意外，直接被轰爆，但那个声音还在四周疯狂飘荡。几秒后，扎沃尔斯重新复活，飞鸟震惊不已，这怎么会这样？你皱了皱眉，海帕杰顿，去把它给我吃了！海帕杰顿当即领命，张口就把扎沃尔斯给吸收进去，但声音依旧在火星乃至太阳系飘荡。很快，扎沃尔斯又一次复活，这下你总算明白过来，他跟古兰斯菲亚融合了。宇宙间但凡还存在一个斯菲亚，就能无限重生。闻听此言，飞鸟与大古都惊呆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哪来那么多能量，一次性干掉全宇宙的斯菲亚？你自信摆手，别把我跟你们相提并论，这里有点无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帮你们一把。没有犹豫，腹部金色符文闪烁，锁定住全宇宙所有斯菲亚。接着，火花传说，恐怖的能量爆发至整个宇宙，不止在迪迦世界，连同德凯那边正在破坏阿嘎穆斯家乡的斯菲亚也被通通灭光。飞鸟与大古相视一眼，斯菲亚就这么水灵灵的死光了。你微笑点头，没错。哦，对了，小鸟，刚刚你说想跟我单挑是吧？飞鸟当场头摇得跟浪鼓似的。不，我刚什么都没说过，开玩笑，真给我来一发刚那光线，我就真的变成光了。毕竟死光也是光。你摊了摊手，行吧，既然事情都解决了，接下来该去个好玩的地方。岩壁消失在火星，待到目的地时，你看了眼四周，没错，是银河 S 的时间线。剧情已经是大后期了。神山，看我不抽烂你的脸！黑暗空间处，武藏被绑在柱子上，遭受着黑雾的鞭打。哼，你不要得意，雷杰多前辈很快就会来救我。黑雾笑了，雷杰多吗？他现在应该去银河那边了，我在那准备了一份大礼，但愿他能活着回来。